就是这个 Parker 他预言了太阳风以后，他这个文章投在了我们天文领域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APJ 最早的2个审稿人居然把这篇文章给拒掉了，然后过了几年，然后这个预言就在观测上得到了证实。这是太阳风的。那么刚才说了几种太阳活动，那么太阳活动有一个咋说呢？有一个多年来通过观测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规律。然后这规律是从什么时候？这张图呢是左边的数据是从1600，但是有数据是从1609年开始有太阳黑子观测的记录，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为什么起始点是1609年呢？因为1609年有了一个在天文上来说非常重要的工具的发明，就是望远镜。1609年有了望远镜，也是最早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有人用望远镜来每天记录这个太阳的这个活动情况，还有描绘太阳黑子。所以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持续几百年的科学数据。然后这个数据总结下来，大家发现了一个相对来说准规律性的活动吧，大约就是有一个太阳有一个11年的这个活动周期，每过11年，它黑子数量就会特别多，然后有一个低谷，然后这个一直是在重复，在中间有一段就是记录发现太阳黑子特别少，大概就是1650年到1700年这个区域，这个对应上了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就是太阳在这段时间内活跃度是降低了，我们叫做蒙德极小区。然后这个期间呢，正好对上了我们气候上那个时间段有一个那个所谓的小冰河期，就是气候非常冷。这个是太阳活动现在的太阳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的就是太阳活动预报的一个根源的数据，就是来自于刚才那个准周期的发现。那么今年正好是2024年，正好是这个周期的，就是右边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一个高峰年，也就是今年各种太阳活动特别多，所以也就今年至少有3次报道在国内是可以看到那个极光的。这一组数据呢，其实是2个太阳活动周期，从左上角1996年是一个太阳活动的低谷。然后你就看这个表面上，整个这个画面，这个太阳上这个画面是比较黑的，那么它就是活动的低谷，一直到2021年前后，是吧？2000年、2001年，它是那个周期的一个高峰，然后又到了06、07、08，又是一个低谷，一直到了14年前后又是一个高峰，然后20年又是个低谷，这是。刚才说的那个太阳周期的一个数据，科学数据上的一个表示。那么这个图呢，刚才讲到了很多太阳的活动的东西。那么太阳活动，我们归根结底是要研究它对我们的影响。那么这张图是一个模拟的地球磁场的结构图。为什么说模拟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地球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那么地球磁场是一个把它可以想象成一个磁棒的这个结构，是这么一个对称的这么一个结构。当然，地球的磁极跟我们地理上所谓我们说的北极点、南极点这个极点这个轴是有一个偏差，大概是1.5度的这么一个偏差。也就是现在的地磁的这个磁极。其实是在北美的加拿大境内，就是北极点，所以对应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偏差。那么实际的地球磁场是什么样的？这边这是一个示意图，就左边是太阳怎么说？太阳风，还有刚才说的所谓的耀斑爆发呀，什么这些东西，会把地球磁场从刚才那个对称结构给它吹成那个样子，就是面向太阳这边，它的磁结构会被压扁。然后背向磁场那边会被拉长，这就是所有的空间天气的一个太阳能源对太阳辐射对我们的影响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图。刚才讲到了这些我就不在理论上一点细细的讲了，因为刚才讲到了几个点，
就是说，太阳耀斑，还有太阳日冕物质抛射，还有看太阳风这些东西，它对着我们以后，来到地球以后，首先面临的是我们的磁场这个结构。那么磁场结构对于我们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保护层，因为所有的太阳的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高能粒子也好，那个等离子体也好，这些带电的东西来了，都会被我们正面的这个磁场挡在外面，也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盾牌。然后当然，盾牌两边就沿着，你比如说这些高能粒子来了以后，或者带电粒子来了以后，从正面无法轰击我们，然后它就绕到南北极这个方向，从南北极再想办法侵入地球大气。那么所以说